两个人的小森林第21集即将发生的精彩故事。夏之发现虞美人这个日更的博主居然3天没有更新，不禁十分疑惑，于是上网去查消息。李主任在庄宇家帮忙浇花，如今开得好的正是虞美人，可惜庄宇没有看到。虞美人正好路过楼下，看到李主任，此时的他没有往日的热情，反而是在李主任要转过身来时迅速离开。李主任看着虞美人掉落的东西，话里有话地说，庄宇的虞美人可能不会再开。近来心情低落的虞美人，为了使自己开心起来，强行分散注意力，到超市里大肆采购，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目光。当虞美人发现有人倚老卖老，欺负卖螺蛳粉的小姑娘，便仗义直言，把那2个讨厌的人赶走。李甜甜和静熙现在开展的是办公室恋情，两人趁着无人之时亲亲抱抱，不想琳达突然敲门进来，吓得两人立刻分开，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一人对着不需要再浇水的花用没水的壶比划着，一人则假装认真看起花。琳达一眼看到静熙扯乱的领口，哪里会不明白，立刻把文件交了，自己找个理由退出去。虞美人回到家，发现门口放着一个快递，本还疑惑自己就一把刀，哪会这么大个箱子，等打开一看，是静熙特意为她找来的裱画机。虞美人立刻想起庄宇刚才强装的开心消失，她希望自己帮庄宇把画裱好，庄宇就能回来。吕简知道虞美人失恋，肯定没吃东西，于是打电话向李甜甜打听虞美人喜欢吃什么。李甜甜向来支持虞美人和庄宇成一对，可现在庄宇让虞美人这么伤心，李甜甜便有些改变主意，觉得吕简变男主也不是不可以。吕简拎着食物敲开虞美人的家门，此时的虞美人才刚哭过，衣服穿得很单薄。吕简知道虞美人感冒，嘱咐她好好吃饭后，便去为她找衣服。好巧不巧，拿的正是庄宇的西装外套。虞美人睹物思人，抱着衣服流泪。她告诉吕简，自己还是忘不了庄宇，而且看到吕简更是思念庄宇。吕简自讨没趣，便离开。庄宇已经回国6年，这次好不容易来参加研讨会，自然要拜会师母。师母特意给庄宇做了糕点，庄宇尝了一口便难以下咽，可是师母的好意又不能拒绝，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。师母闲来无事，便喜欢做糕点，她不能吃甜的，可看着儿孙们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样子，便特别喜欢做。庄宇尝过之后，明了是师母做的黑暗料理，劝师母多听儿孙们的话，好好颐养天年，不要操劳。虞美人始终没办法走出来，在家里流泪，面巾纸都用了1只篓。李甜甜进门便发现虞美人的状态，劝她干脆换个想法，好好搞事业，做大女主，男人在她生命里就是个过客。庄宇一再申请通过虞美人的好友认证，可次次都没通过。正当他心急之时，又看到吕简在群里发了晚上他有约的信息，立刻自动脑补虞美人与吕简约会的画面。庄宇心急如焚，恨不得有双翅膀飞回去。庄宇的2个弟子看出，自庄宇离开后，吕简的行踪便飘忽不定，于是联合起来试探吕简，就像是庄宇肚子里有蛔虫，把庄宇的疑惑问出来。李甜甜一心想去安慰虞美人，可静熙却很有把握，知道虞美人收到一直想要的裱画机，便会恢复正常，把李甜甜约去吃烛光晚餐。李甜甜想着要请虞美人一起吃饭，静熙担心穿帮，便没有痛快答应，这引起李甜甜的怀疑，于是她要静熙拍照发朋友圈。静熙为了不暴露，特意拍了一张模糊的照片发上去。虞美人看见了，但她没认出照片里的是李甜甜，这让静熙担心之余，也想着要尽快向李甜甜解释清楚。两人堂堂正正的重新开始。静熙拿着李甜甜当初送给她的伞，正要出门，便遇到虞美人来找她谈工作，于是不得不返回办公室。